各位好，周末到了，我们来解LeetCode 的题目。那今天是礼拜天啊，他出的题目是一个标示为中等难度的一个题目，第894题，所谓的 All Possible for Binary Trees。题意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它这个当然是一个跟二元数相关的题目。那它是说给你一个整数 n， 那么 n 代表就是说你这个二元数的一个节点的个数，那你所有节点的内容都是填0啊，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它的答案是要求，那它这边特别强调就是说，一颗 four binary tree 啊，它的意思是说，它那个每个节点呢，它恰好是0个或2个children 2个子节点。那我们它这边有一些例子我们去看它这些例子这边的例子是说，当 n 等于7这个问题我们要解答呢其实它那我们就先切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平台来解释一下。好，那我们进入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白板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所谓节点数有7个所有的 full binary tree 基本上就这个5个。那先要了解这个问题，当然第一件事情，要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的一个了解所谓的了解，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可能先用画的，看你有没有办法画出来能够画出来当然是最好。好，那我们看，如果第一个情况如果是 n 等于1的情形 ，n 等于1的情形，那当然你的 binary tree 很简单那就是一个节点，一个根节点。好 ，n 等于2呢？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 full binary tree？ 那它的条件当然很清楚，就是说你每个节点它的 children 的个数不是0就是2。那不管说你再怎么去试比方说我2个节点我再怎么试，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你是一颗 binary tree 所以也不可能说两个节点，然后它没有连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基本上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情况是不行的。不只是说是 n 等于2，甚至所有它是偶数的情况，它通通都不行。所以这边必须要先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很大一部分的一个情况都把它解答出来了所以当 n 是偶数的时候，它是基本上还是没有这样的 full binary trees。好，再来我们要考虑 n 等于3。n 等于3，那你要怎么画？那其实它也只有一个解答。这边根节点它有左子、右子，那它有没有其他的情况？没有了。那因为我们的解答它要求是把所有这样的 full binary tree 都把它传回去嘛，所以原则上你当然这里面当然你就用一个阵列去装嘛。OK， 好，再来下一个要考虑问题就是 n 等于5如果 n 等于5，你有办法用递回的方式去解，那原则上这个程式应该就可以写了。想想看 n 等于5怎么做
你当然要有一个 root 节点。好，这里不外乎就是所谓的左节点、左子节点。这边呢会有右边的节点。那我们知道，这两边呢，当然它的左数跟右数呢，它的那个节点个数呢，也必须是奇数嘛，它如果是它不可能是偶数，所以它这边它不管它的 L 左数或R 这个左数呢，基本上它也都是 full binary tree 这两个都是所以呢，它这边 n 的，所以这边我已经占掉一个啦。那所以 L 的个数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3当然不可能是5嘛。那如果这边是1的话，那这边对应的当然就是3、1。好，所以原则上这个是可以透过递回的方式去解的。如果，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情况，其实你就可以真的把它画出来了。好，那我们就原则上来讲n 等于5的情况，所以在这里的话，应该就不是很困难了。所以这边是，所以假设这边是1个，那至于对应来讲，当然就是3嘛。所以3的话，我们这边已经有啦。所以这边把它画过来另外一个解答是3、1，所以左数这边是3个节点，右数这边是1个节点，所以我们实际上来讲，真的是可以透过递回的方式把它解出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解题的一个策略。好，那下一步呢，当然就是将它的程式呢，我们做一个探讨。好，接下来我们看那个程式怎么去撰写程式撰写的话，我们是采用递回的方式这边当然第一件事情，先把是偶数的先把它排除掉偶数的话没什么好讲，传回去，它没有这样的 full binary tree。好，那我们真正开始的部分，当然是从 n 等于1的情况它就是只有一个节点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节点所形成的，一般来讲就是一个阵列了就把它这个元素放在它这个阵列，只有它唯一一个元素。好，那我们主要就是你要处理递回的部分所以我们递回的部分呢，这边我们当然是先摆一个阵列的变数 ans。好，那如果一切都正确的话，我们就把它传回去。好，就是传回去。那所以跟我们刚刚说明的情况也是一样，所以你就考虑左边的情况、右边的情况，它的左数、右数。那左数、右数呢？所以我们这边就用了 for 回圈，从1，它只要是小于 n， 那我们每次的它的差都是差2所以这边假设这边是有 i 个节点。那它的右数的话，就会 n 减1减 i 个节点。那透过递回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把这样的 full binary tree 实际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一颗是 full binary tree， 这一颗也是 full binary tree， 再加上它的根节点。它整棵树也当然是一个 full binary tree 那所以这边的话，因为我们都已经透过递回方式去解答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的
所有这样的左数的可能、右数的可能，再重新把它搭配起来，然后再形成一颗full binary tree，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 answer 的答案里面，事实上整个程式就完成了。那这样做来讲的话，当然你会重复的计算，所以接下来的考虑就是说，我们只要把这边加上动态规划的方式。所谓动态规划方式，也就是你加上记忆体 DP， 所以就把这边的注解就直接把它拿掉。LeetCode 上 submit 的 code 啊，其实原则上就是将这个DP 这个阵列把它加进来，所以我们在这边重点是在23行的地方啊。假设我们这棵树我们这个 DP 的部分已经处理过，也就是说它 size 大于0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必再重复去计算。那么在它传回答案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将这个 ANS 把它的值把它的一个结果放在DP 的阵列在 N 这个部分。那主要的函数去呼叫方式其实也很简单这边你记得要配置记忆体空间，好，那然后直接去呼叫 solve 这样的一个递回的一个函数基本上就整个就解答了。那我们这边当然可以将它做一些绘图的事项那这个主要是在 LeetCode 它有一个 playground 那我们点进来看一下。那 OK 好，这里面我们主要还是把我们刚刚的解答我们把它就直接贴到这边，然后在主程式的部分我们做一个些微的一个修改原则上就是用到它当中一个 pretty print treat 这样的一个函数那其实你就可以将它所有的答案要求的答案都把它画出来。它的要求可能它的 n 最大是到20嘛，20当然是偶数，它当然是没有，但是我们整个把它 run 一遍嘛。好，所以执行的情形在这边左上角这边 run code 那我们看一下它一个执行的情形，就把这些full binary tree 整个都把它画出来当节点数是1的时候，偶数的话都没有这是5的话就2颗，后面的那还有更多的那我们就至少可以显示相当多的那个答案所以我们就这个问题当然应该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做一个蛮妥善的一个解决。